当3个混血女孩出现在舞会时，会立刻吸引白人绅士的目光，其中一个女人更是怂恿朋友能够主动出击。Maybe you should take him home to bed with you. He's having a good time. I was thinking of you. Dolly Rose is right. You'll enjoy life more when you give him a child that lives. You need that bond share. Don't wear him out before you have it. 这是奥尔良少有的黑白舞会，白人希望在这里找点新鲜感，而有色人种的女人们也渴望得到绅士们的庇护，而让自己的生活不那么拮据。很快，一位富足的种植园主菲利普看上了含情脉脉的女孩塞西，但菲利普虽然有成千上万亩甘蔗地，可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上门女婿，况且与现任妻子感情并不好，因为妻子知道他喜欢在外沾花惹草，但迫于父亲交给的农田需要有人管理，所以女人一直在背后忍气吞声。于是她彻底给了丈夫放纵的机会，而男人每当闲暇时光，都会来到为塞西置办的小屋，长时间相处必定会增进感情，所以两人在1年后收获了第一个巧克力男孩。而菲利普并未因为肤色问题置之不理，反而很喜欢这个孩子，为他取名叫马塞尔，希望雇佣的仆人能好好照顾他的儿子。同时，母亲塞西趁此机会向对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等马塞尔长大后，菲利普能资助孩子去往巴黎，因为只有在那里，肤色才是不重要的，也将完全成为一名自由人。而面对女人提出的要求，菲利普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并承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马塞尔送到法国，因为以他现在的身份和资产，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一条件。而孩子将来的命运真能像此时承诺般兑现吗？时光飞逝，转眼来到16年后，马塞尔逐渐长大成人。他虽然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却拥有种族风格的容貌，每天幻想着父亲何时能把他送到巴黎。而在自己16岁成人礼这天，还特地在当地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照片。与此同时，马塞尔还有一个妹妹玛丽，女孩皮肤很白，很容易被误认为白人。一家人讨论着生活的点滴，而玛丽在父亲的资助下，打扮得像一个公主，这遭到旁边仆人很是嫉妒。母亲看出女儿的心思，于是把她叫到后面的厨房，但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女仆竟然也是菲利普的孩子。只是碍于主仆的关系，或是心底的足够感恩，母亲并不希望女儿有嫉妒之心。 You must never think those thoughts. It wasn't for Monsieur Philippe. I'd still be in the fields. Oh, Maman! Is it worse? No. No, I'm fine. It's you I worry about. Let me tell him about the pain, Mama. No! You don't be bringing no trouble to him, you hear me? You don't give that woman no cause to complain. It's good what we have here, Lisette. It's better than the fields. 第二天，玛丽带着父亲的一封信，找到当地的一名商人，想让商人购置一些服装和首饰。然而老男人看完信后，却露出一副贪婪的表情，然后连哄带骗让玛丽坐下，接着再转移话题，想在女孩不注意的情况下占得便宜。好在玛丽预知了即将发生的不测，及时躲避了这个危险之地。随后她快速奔走在大街上，恰巧碰到了哥哥的朋友理查德。看到玛丽委屈的哭泣，男孩急忙向其询问情况，可女孩并没有说出刚才的事。这时理查德的父亲走了过来，似乎看出儿子对玛丽的热情表现，故意打断了两人的谈话。而就在女孩临走时，男孩还深情地奉献了一支鲜花，仿佛诉说着难以言喻的情感。Rashad, don't grow too fond of that girl. Mon père? And don't treat me like a fool. I've seen you gawking over that girl too many times not to know what is on your mind. 这边，马塞尔也是一个多情之子，他在街上无意间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正在购物，而对方也看到了他。两人在四目相对后，女人离开了对方的视线。没想到男孩不离不弃，一直追到集市的尽头。中年女人那充满媚眼迷离的表情，无时无刻都让马塞尔神魂颠倒，跟他父亲的风情万种多少有点相似。于是，男孩不离不弃地追到了女人的家里，而此时对方多少有些警惕，便询问男孩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谁知马塞尔在寻找一个叫克里斯的作家，听说克里斯即将从巴黎返回，到奥尔良创办黑人学校，故来到此地拜访。而男孩说的这个人，正是中年女人的儿子，于是便把马塞尔请到了房间里。这里空间很大，男孩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因为他从来没看到如此大的房子。而就在他四处转悠时，女人却在楼梯上摆了个相当别致的造型，如此充满风情万种的样子，让涉世未深的马塞尔怎能抵挡？两人没有过多的讨论克里斯何时会回来，而是女人用俏皮的方式引进男孩去往他楼上的房间。随后马塞尔没有过多犹豫，便紧随跟了过去。可等他来到女人的闺房后，对方那背对窗帘的透视，轻盈解开绿色裙子的身影，让懵懂的男孩彻底沦陷其中，也让多年寻求慰藉的女人弃守防线。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
黑人男孩突然意识到，年仅40岁的女人上楼竟如此优雅，让他初次相见就萌生了好奇心，于是紧随脚步来到女人的闺房。没想到对方竟解开了蓝色裙摆，这让刚满16岁的男孩怎能不动容呢？随后在女人进一步的渴望下，马塞尔再也抵挡不住风情，彻底沦陷在中年女人的怀抱。 No, you're not a child. 而等两人一段时间温存过后，一个男人竟站在了床前，这让睡眼朦胧的马塞尔立刻被吓得惊慌失措。而女人也同样意识到，眼前的男孩正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显然，克里斯功成名就从巴黎回来了。 But who is this? Oh, this is a very smart boy. And he talks of a school that he wants to go to. He seems a bit precocious for school. Go, Chanel. Come tomorrow. Oh, do! Come again! 而就在马塞尔从女人家里出来时，却看到了他敬仰的黑人木匠家里正在举行葬礼。朋友沉痛地告诉马塞尔，老木匠已经离开了人世，并把一封信留给了他，同时还向男孩家里寄去了几本日记，都是关于海地奴隶起义的一些历史，希望他能认真阅读和研究。但男孩怎么也没预料到，这些记载黑人奴隶历史的日记，竟让马塞尔的母亲直接扔进了火堆，就连家里的仆人都看不下去了。 The wishes of the dead are sacred. I won't be judged by slaves. They are sacred. Leave this room. Sacred. Get out of here. Sacred. Get out. Sacred. 难道女人不想让儿子回忆过去，还是另有隐情？第二天，还在沉睡的马塞尔被家里的女仆给叫醒，然后交给男孩了一本老木匠留下的日记。原来女仆承受被烧伤的痛苦，从灰烬里把这本日记挖了出来，只为男孩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于是马塞尔气愤地找到母亲，质问她为何烧掉老木匠留下的日记。然而塞西却有难言之隐，他一直都在告诉儿子是一名自由人，父亲是新奥尔良的种植园主，这本应该没有什么错的。但塞西的母亲却是海地的一名奴隶，他们之所以搬到新奥尔良，是因为躲避海地黑人与白人爆发的战争，就连塞西也是被人从战乱中抱走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马塞尔的母亲不是自由人，而他自己身体也流淌着奴隶的血液，这完完全全的是欺骗，导致马塞尔情绪激动的摔门而去。而等男孩在大街上流浪时，却无意间看到被拍卖的奴隶，那是黑人命运的一种耻辱，也是一生难以摆脱的枷锁。而现在自己虽然衣食无忧，可毕竟家族历史也有奴隶的标签，所以现在马塞尔只能期待父亲能早一点把他送往法国了。但令他无法预料的是，因为近期甘蔗的收成并不好，马塞尔的父亲每天醉生梦死，况且菲利普还染上了嗜赌入命的恶习，加之外面养了一个黑人家庭，导致妻子实在无法容忍，每天埋怨丈夫无所事事。但菲利普的小舅子已经长大成人，作为上门女婿的他，在种植园的地位岌岌可危了。时间又过去2天，马塞尔家里的仆人由于病情恶化就要不行了，可男孩的父亲却守在一旁。很显然，菲利普不仅和马塞尔的母亲在一起，就连家里的黑人女仆也没放过，并且还有一个年满20岁的女儿，就是从灰烬取出日记本的那个姑娘。而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都是多情的菲利普造成的。于是女人在临终前希望马塞尔能善待她的姐姐，也期待主人能有一天能为女儿赎回自由身。就这样，黑人女仆在遗憾中离开了人世，甚至死都不瞑目。随后马塞尔为了寻找他同父异母的姐姐，来到一处有巫毒的地方，这里是新奥尔良少有的黑人宗教场所，而利塞特时常出入此地。接着男孩把他带到了门外，告诉了他母亲离世的消息。女孩听后瞬间情绪崩溃，直至母亲临死前都没能见最后一眼，这都怨马塞尔的妈妈，是那个女人把他赶出家门的。同时男孩很感激利塞特一直以来的照顾，毕竟是同父异母的关系，所以他请求姐姐不要有怨言，随他一起回到居住的地方。但女孩却不愿意，她不愿看塞西阿姨的脸色，更讨厌那个把她遗弃的父亲。曾在小时候就答应为她赎回自由，如今到了23岁依旧没有信守承诺，所以他奉劝马塞尔也不要相信把他送到法国深造的事实。然而这一切会是真的吗？时光流逝，转眼又过去了2年。马塞尔每天都生活得很开心，因为他年纪达到了18周岁，相信父亲定会信守承诺，资助他前往法国的，甚至向他的好朋友炫耀和憧憬未来自由的生活。然而马塞尔怎么也不会想到，父亲的种植园就要改朝换代了。妻子邀请律师来到家里，并郑重向丈夫提出了控诉。由于菲利普的种种劣迹，对甘蔗地的疏忽管理，所以他有权利收回父亲当时交给他的管理权，并移交给自己成年的弟弟管理。这也预示着菲利普将会失去所有财产，甚至会被驱逐出门的风险。而他曾答应资助马塞尔出国求学的事情，此刻也变得烟消云散了。这边满心欢喜的男孩显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一名当地的白人政要拿出了一份菲利普寄给儿子的务工通知书时，马塞尔犹如五雷轰顶。他所期待的自由，所向往不一样的生活，原来都是父亲的一场骗局。于是男孩满怀着对父亲的怨恨，
叫人带他去往那个从未去过的种植园。他要当面质问菲利普，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而原主夫人从未见过这个男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农场夫人突然发现，丈夫的混血私生子居然找到了家里，并且男孩面带一副凶相，显然没考虑这个原生家庭的感受。于是，一个黑人奴仆迅速上前，试图阻止男孩肆无忌惮的行为。可马塞尔只想知道，父亲曾答应他送往巴黎学习，如今为何被性弃义的欺骗？而农场主见此情景，迅速骑马赶了过来。同时，夫人也把孩子们叫到了屋里。可没想到，男孩的父亲并未过多解释，反而因为儿子的行为过于鲁莽，直接像对待奴隶般殴打他。You promised my mother! Michi, no more. Please, I'll take you. Take him home. 男孩被父亲教训得晕倒在地，不知见此情景的夫人心里能作何感想呢？而丈夫气愤地扭头离去，丝毫不顾身后儿子的伤情和感受。夜晚，老奴把马塞尔抱回了家。母亲和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给予了诸多承诺的男人，竟然把他的亲生儿子殴打得如此遍体鳞伤。很快，亲戚朋友都来到了这里，大家听闻马塞尔的悲惨遭遇后，都建议他不要住在家里，免得面对那个心狠手辣的父亲。于是，在3天后，男孩来到了乡下姑妈的种植园，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很适合度假和疗养。而她有色人种的姑妈，自从白人丈夫去世后，就继承了这万亩良田，身居一方，享受与世无争的自由生活。但马塞尔的不辞而别，却苦了青梅竹马的女朋友贝拉。外婆总是建议女孩放弃那小子，以他的外貌和姿色，即便是一个混血的黑人，也可以找到身份高贵的白人一起生活。这样不仅可以在社会上立足，而且还能摆脱奴隶家庭的成分。但贝拉对马塞尔的感情怎能说断就能断呢？第二天清晨，马塞尔的姐姐拿着一封信来到贝拉居住的地方，只留下一句抱歉就离开了。然而这封信却是马塞尔的绝情书，女孩读完后哭得梨花带雨。随后她把这封信烧掉，也就此结束了两人长达5年的恋情。但贝拉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她伤心的时候，一个仰慕已久的白人公子来到了这里，恰巧碰到了送信的玛丽。而女孩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随后公子来到贝拉的房间，看到对方伤心的哭泣，这无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同时，贝拉也打开了束缚身上的枷锁，决定与这个男孩来一次种族不同的恋爱。于是，两人一同来到皇家街的公寓，这是男孩特意为贝拉准备的，就是想让她能有个更舒服的环境。如此诚恳的态度，让女孩不由自主打开裙子的纽带，把身体彻底展露在男孩面前。You don't know how pretty you are. Come to me. 画面一转，马塞尔的父亲由于消极管理农场，导致妻子控诉他的律师函已收到，这也意味着这个上门女婿已没权利再控制千万亩甘蔗地了。对于妻子的无情无义，菲利普失去了同床共枕的耐心，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家。即便还没有解除婚约，男人也不想再回来了。当然，菲利普并非没有去处，塞西一直在等待这个男人，或许他们才是真爱。即使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塞西也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相信自己深爱的人，内心肯定有无法言说的苦衷。随后两人一同走进塞西的闺房，长时间等候已让双方情难自控，丝毫不顾及只有一墙之隔女儿的感受。转眼1个月过后，菲利普每天无所事事，却赖在床上嗜酒如命，而眼前与他交谈的女孩，也是男人年轻风流时与另一个黑人奴隶拥有的孩子，如今只能寄离在塞西的屋檐下，充当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仆。可父亲在利塞特的母亲临死前答应过要好好照顾这个女儿，如今自己却失去了所有资产，显然不可能承诺当初的誓言了。与此同时，塞西突然走了进来，看到两人关系如此亲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女孩很识相地躲避了他们。但没想到塞西竟然气愤地追了过来，并警告他躲那个男人远点，否则就把利塞特扔到马路上卖掉。如此恶毒的说话方式，让女孩内心很难不产生怨恨。可在几天后，事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菲利普竟然毫无征兆地死在了床上，或许是之前不停饮醉造成的。两人都无法接受现实，而利塞特本想靠近父亲，却被塞西直接拒绝了。 He's my father. You belong to me now. You will do what I tell you to do. Get le menton. 由于菲利普名义上未解除婚约，所以他被送回了种植园进行安葬。妻子对丈夫生前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目前先人已去，再多的记恨也会烟消云散的，所以他只能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而这边远在姑妈家的马塞尔
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也彻底断送了去往巴黎学习的理想了。可他的母亲却不这么想，尽管失去了飞利浦的资助，可女人依然希望儿子能改变命运。于是她希望以女儿的样貌去朋友创办的社交舞厅，去接触那些有权贵的白人，以此来换取一些资金，为他的哥哥圆梦巴黎。因为当时母亲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但玛丽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况且认为用身体讨好白人是耻辱的。不管母亲怎样劝导，她都不想踏进那个舞厅半步。You would sell me on the block for my brother, wouldn't you? But you don't know Marcel. He would never let that happen. And you don't know me. Or you would never have shown your soul to me. The soul of a whore. Marie! Marie! 玛丽哭泣地摔门而起。随后，她来到女仆的房间诉说委屈，而丽赛特一直就对她华丽的光鲜有所嫉妒，甚至对他们一家都怀恨在心。明明都是菲利普的女儿，为什么自己却是仆人？而玛丽却像一个公主，所以她想借此机会报复，于是邀请女孩夜晚随她去一个放松的地方，那里再多的烦恼都会抛之脑后。而此时的玛丽还不知道对方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更不知道丽赛特有如此阴暗的内心，所以她很爽快地答应了。等到夜晚来临，丽赛特把她带到一个巫毒的地方，这里是黑人聚集宗教的地方，而负责这里的女人更是一个奇丑无比的老巫婆。她在女孩的茶杯里滴了几滴药水，说这可以了却所有烦心事。但玛丽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群贪得无厌的白人正在虎视眈眈地守在门口，等女孩喝完茶水失去知觉后，又会发生怎样的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混血女孩丝毫未意识到，巫婆向茶杯放的忘情水，居然是让她失去知觉的药物。等玛丽喝完陷入昏迷时，一群白人守在门口变得迫不及待。随后老女人露出一副贪婪的表情，缓缓解开对方的衣物。等玛丽彻底失去抵抗后，老巫婆又叫手下把她带到里面的寝室，去伺候那些寻求新鲜感的白人。而这一切真相的背后，全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造成的。随后女孩的手脚被牢牢固定，她如同一个被宰割的羔羊一动不动。接着在巫婆的示意下，所有仆人开始陆续散场，只留下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任意放纵那无耻下流的行为。可玛丽还是一个17岁的花季少女，难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看着眼前发生的事，真的无动于衷吗？转眼来到第二天，女孩突然睁开了双眼，而目前只有一个懦弱的男人守在一旁。或许是良心受到了谴责，他为女孩披上了一条毯子，然后又为其解开了绳索。但里面发出的声音很快引起了老巫婆的注意，情况变得十分紧张。想逃离此地的玛丽打碎瓶子以死相搏，同时老巫婆叫男人不要放她走，并谎称玛丽是一个白人，并不是黑人女孩，害怕逃出去会遭到报复。可对方已经挣脱了束缚，并向着外面拼命跑去，而老女人还在后面呼喊把她抓回来。幸运的是，天空下着瓢泼大雨，导致路面非常湿滑。男人在抓到她的那一刻不小心摔倒在地，才让玛丽成功摆脱了追击。而等她回到家后，身心都受严重伤害的玛丽，再加上昨晚的药物影响，致使女孩颤抖着身体说不出话来。与此同时，母亲从楼上走了下来，看到她如此狼狈，一肚子怨言质问她昨晚去了哪里。可玛丽根本说不出话来。面对着急的母亲不断询问，情绪激动的女孩更是无法宣泄内心的痛苦。随后在与塞西的争执中，玛丽无情地把母亲推倒在地，然后带着万分委屈跑出了这个家。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却亲眼见证了这一悲惨遭遇。于是玛丽冒着大雨敲响了干妈家的门，等女人从楼上急忙赶过来时，看到她如此惊慌失措，赶忙问其缘由。而此时痛苦的女孩终于把内心压抑许久的情绪发泄出来了。可此时难受的并非玛丽一人，还有她的未婚夫理查德。当男孩得知情况后，他怎能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呢？而这边，玛丽的弟弟马塞尔也从朋友这里听说了姐姐的遭遇，男孩的情绪瞬间达到顶峰，冲动的他很想找那群施暴的白人算账。可他毕竟是一名黑人，本来就受奴隶的标签压迫，去找白人报仇无不是死路一条。于是在朋友的极力劝阻下，男孩终于冷静了下来。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却难辞其咎。时间来到3天后，玛丽在干妈的陪伴下，精神状态明显好了许多。而干妈一直都希望女孩能成为她舞厅里的名媛，接触一些身份高贵的白人。可当一名文质彬彬的绅士向玛丽亲切地打招呼时，女孩瞬间涌现当晚被侵犯的场景，于是不知所措地离开了热闹的舞厅。然而当她来到花园独自徘徊时，却发现后面有人在叫她，但没想到竟是她的未婚夫理查德。本以为两人的关系早已破灭，玛丽也觉得不配嫁给这个男人了。可理查德却忘不了他们许下的誓言，忘不了曾经的约定。尽管玛丽遭受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可男孩却不在乎，他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疼爱眼前这个女孩，绝不会让她再受委屈了。I love you, Marie. I love you. You're coming with me now. Come on.
而理查德拥抱玛丽路过的场景，就连阅历过无数次男人的干妈也觉得这世上真的有纯粹的爱。转眼又过去了1周，马塞尔也回到了家中，而玛丽在被未婚夫接受后，明显气色变得不错。弟弟很开心他能从阴影里走出来，可当听说那个悲惨的晚上是丽赛特引领姐姐去的那个地方，马塞尔瞬间不淡定了，是要找到那个可恶的女人。没想到打开一个封闭的门时，两人同父异母的姐姐已经割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是良心受到了谴责，让他无法再面对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了。生活伴随着各种不幸，马塞尔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丽赛特的血泊中走出来。但灰暗的昨天终将过去，他在码头送别了去往法国移民的姐姐，那是一个没有种族偏见的地方，相信他们会重新开始，走向幸福的。而自己则选择留了下来，跟随一个认识的照相师，开展了一段长达1生的摄影工作。